K5了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买的？哪里有钱啊？刚花3000块钱买了个 EVO， 钱全花掉喽。真的假的 ？EVO 3000块？就是停在楼下，不信带你去看。Show me。走。你管这个叫 EVO？ 对啊，4区减2个区喽。啊！你没看到这个大尾翼吗？我的啊！你再看这个姿态。欢迎来到最速内燃机，我是 Nero， 这是我们摄影师新买的 Lancer Evo， 3000块钱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它的大灯，很有年代感，都已经发黄了。你是不是得后期得去磨一磨，搞一搞什么之类的？但是你看这个进气格栅，这个冷静气啊，就是可以从这里吸进去，进入到引擎里面，然后从而发挥出来280匹的动力啊。AYC 呢就在那个后面的话，然后它那个算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算了，你讲，我来吧。哦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七，而这是我3000块钱买来的 EVO。我跟你讲起来哈，那个北七的话，在台语里面，不要说。好吧。首先呢，作为一台 EVO Rally Car， 对不对？经常在那种飞石走沙的地方，穿越，那这些坑必不可少的。这个刀痕呢，就可以证明它的江湖地位。而这800块钱的尾翼，虽然是晃动，但是可以让后面的乱流bypass掉。这又证明了什么呢？这是陈年累月的和华人大妈抢车位的屡屡战功啊！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后备箱里面，一个巨大的音箱。好吧，我不装了，这就是鬼火，这就是鬼火，北美鬼火。让我们来听一下它的排气声。其实这个前车主也对它做了一下正线的改装 ，Miva 对不对？虽然不是4B11，但是4B1它弟弟。然后呢，巨大的冬菇头提供20匹的马力，然后呢 ，ECU 也被重雪了，一阶，对吗？这还要什么嘛？3000块钱，你还要什么嘛？北美鬼火就是如此啦。它这个车身是怎么 low 低的呢？一个弹簧剪成一半再装回去。你跑 rally 的话，不应该是把那个弹簧升高一点吗？你不懂，这叫 take over。你更低的弹簧可以更好的感受到这个路面的变化。哦。然后呢，包括我们可以看到，里面有一个改装的 NRG 的方向盘。哦，方向盘是假的，但底座是真的，让你的防盗意识拉满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倒是开一开给我们看一看呀，这台车开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啊？走啊，走。好。你先把安全带系上，这车唯一剩下的安全保障就是安全带了。哇，你这有点太跳了，这车。没办法，但短簧是这个样子的，它这个避震相当于没有，你就可以相当于把那个弹簧给摘掉了，然后它的车会保持这样的状态。听这个排气，就听这个排气，一听一个不吱声。真的，它差什么嘛？跟 EVO。不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动力？这车总共估计现在90匹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它还是非常好玩的，对吧？3个踏板加手动挡，3000块钱 ，What else you want？ 对不对？喂，大哥，慢点！对吧？你看这个就是驾驶体验，这个 P 弯的感受，
再降档补一个脚油，哇，这个感觉太爽了。它这里不是平常会显示一个什么时速嘛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它 low tire pressure 再加上 ABS 没有，然后呢 track control 是关掉的状态，ESP 也没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想把它关掉，一般要点这个 info 嘛，这个按钮坏掉了啦。我们后台有没有台车让他先破？皮卡大哥一会儿帮我 push 了。不是大哥，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安全的回家。正常来说是可以的，但是今天你也知道嘛，下着飘飘小雨，那就没准了。来，镜头对准这个前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知道圣诞节要到了，提前给你点圣诞惊喜，把圣诞树都给你装饰上啦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台车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了，对吧？那首先作为一块3000块钱的车，这台车首先它是过不了 safety 的，对吧？首先你的低趴呀，然后你的尾翼都太夸张了。除此之外，它没有 ABS， 没有这个 airbag， 然后 track control、ESP 全部都是没有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就知道这个，而且 tire pressure 还是有问题，因为它还是在漏气的，所以这台车就是非常的不安全。但是3000块钱你能买到的快乐，为什么我要这么拉呢？这比他妈60岁的这个，在这个车呢，对吧？离合刚刚好，手挡挂挡的方式也刚刚好，就非常适合一个初学者的一个想法去开这台车。尤其你看啊，快拆方向盘，多好玩！所以你在这车之前你是不会开手动挡的是吧？对，这是我第一台手动挡车，就是这种车吧，3000块钱，你就怎么操它，你就怎么操它，你也不会觉得心疼，对吧？即便灯全亮了 ，I don't care， 对不对？我唯一在乎的是我的安全。但是现在夏天嘛，毕竟还没有下雪，下雪之后呢，可能这台车就开不了了，因为下雨的时候我已经明显能感觉到这台车刹车啊刹不住，然后开始有点打滑了。我看你在雪来了啊！哦 ，Yes，WRC baby， 对吧？你能感觉到过坎的时候就是给你这种感觉。这种车呢，3000块钱，你买过来，出去接妹妹，没有人会看上你，但是出去接兄弟，那他们只会给你一句牛逼。这个车呢，对，这个车开起来就跟 WRC 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虽然你在平整的路面上开，你不会有那么多砂石的感觉，但是这个避震给你带来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。喂 P1， 喂，喂 ，What else do you need？ 对吧？这个车的开起来感受其实就很简单啊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剪短簧的一个方式，配上一些比较 racer 的改装啊，包括贴纸啊什么的，还有这个比星空顶多一个顶的宇宙顶。然后呢，其实就差不多了。你这车90匹马力，极限速度150，因为你开到150的方向盘是这样的，你没办法了，对吧？150，你刹车也不用多好。这个车就是这样子，3000块钱吧，还不会超速。问题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车的乐趣在哪？就是你不管怎么踩，它等会儿减点速，减点速，来了，哇，对吧 ？WRC baby，这个车不管你怎么踩，你就是能感受到朦胧的一种驾驶体验，你会感觉它很快，因为它簧很短，所以它给你的一种速度很快，然后呢，并且它声音很吵，但是你一看时速表，哎，50。这不就很安全了吗 ？Feels perfect， 这就是一台车该有的东西。4个轮子，1个方向盘啊，不管是2个踏板还是3个踏板，这就是车。你这个转向灯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改的，有点抽风啊。它前面也是就是亮灯白的，然后呢哐哐亮，你知道吗？就咔，特别快，我跟你讲。
其实呢，我一开始是很排斥手动挡的，我觉得手动挡可能也就是好玩一点，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。但是，而且我觉得堵车呀，因为多伦多其实非常堵，然后呢，我家住的那个地方也就是非常的堵，当趟也是很堵，所以我觉得手动挡可能日常开车也没有那么好玩。如果说买一台想下赛道的车，我可能说那买个手动挡玩玩吧。但是我其实觉得下赛道可能手动挡也不会更快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自从开上这玩意儿之后，我发现一去不复返，真的什么拖自动挡啊！哎呀，玩车就得玩手动挡。我的，这个还好，Rally car 对不对？其实玩车呢，你不在乎你开的车是多贵，不管你是开什么兰博基尼、法拉利啊，还是3000块钱的 Lancer， 或者是Honda SI， 对吧？他们都是一种玩的乐趣。玩车你得跟他一起成长。如果你买它意义就是说，我就是想让别人看我的眼光啊，或者是我想去当趟转一圈，然后我喜欢别人就是一直看着哇跑车啊，拿手机拍我那种感觉，没问题，对吧？没有人会 judge 你什么，但是这不是一个玩车的态度。如果你想要去玩车呢，不是说你需要买多贵的车，也不是说你需要去买多便宜的车才算是玩车。All you have to do is 跟车一起成长。那所以你的成长就是你准备把这个车怎么样呢？就接下来，我会把它拐一套Voltax 的宽体，然后呢，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 Evo。它这个车库里真的有辆 Evolution 吗？